如果你看到你家门把手上插着这种小广告，是不是潜意识觉得又有人上门发传单了？如果你真这么想，那你可就大意了。我叫酱汁，是一名女小偷，每天的工作就是将传单卷成一个圆筒形状，卡在住户的门把手上。等过个1-2天后，我会回来检查我的传单，如果传单还在，说明住户已经好几天没回来过了，那么这一家就成为了我的目标。东风小区4号楼201是我今天的目标。门把手上的传单是我3天前放在这儿的，已经过去了3天，传单依旧保持着3天前的模样。我戴好帽子口罩，然后从包里拿出工具，熟练地打开了房门。这是一个标准的单间公寓，我轻轻关上房门，然后开始打量屋子里的布局。屋内里透着一股清香，卫生间里摆满了各种化妆品，鞋柜里放的都是高跟鞋，可以断定住户是位独居女性。既然是女性，我的首要目标自然是首饰，毕竟在这个年代很少有人会在家里放现金了。我打开床头柜的抽屉，从里面翻出了一条项链、2枚耳钉和1枚戒指，都是纯金的。我全部打包放进了口袋里，随后我关上抽屉准备撤离，可当我刚走到门口，竟听到了钥匙开门的声音。我瞬间头皮发麻，迅速退到墙角，躲进了衣柜里，毕竟整个屋子也只有这里能藏人。我关好衣柜门，听到门口传来上锁的声音，紧接着是高跟鞋走动的声音。由于衣柜正对着门口的方向，透过门缝我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屋子里的情况。我看到一个衣装精致的女人走进了屋子，女人放下皮包，换了拖鞋，然后径直朝衣柜走了过来。我暗道一声不好，幸运的是女人打开的是衣柜左边的滑门，而我正好躲在衣柜的最右边，女人并没有发现我。女人从衣柜里拿了一件休闲的外套，然后关好了衣柜的门。我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，幸好只是虚惊一场。女人进了厨房，给自己洗了一个苹果，然后坐在沙发上。女人一边看着电视，一边吃着苹果。我躲在柜子里大气不敢喘，等待可以离开的机会。眼下这个情况，要么是女人进卫生间的时候，要么就只能等她睡着之后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。就在我默默等待时机的时候，突然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有人给我发来了一条短信。我慢慢掏出手机看了一眼，是我一哥们周强发来的。今天在哪里营业？有没有好的客户？给我介绍几单。周强跟我是同行，我俩经常互相分享客户。我赶紧给周强回了一条短信，客户回家了，我被困在屋子里。很快周强又发来了信息，你被客户抓现行了。没有，我躲在衣柜里，客户目前还没发现我。我用手机透过衣柜门缝拍了一张现场的照片发给了周强，接着我又把自己所在的住址也发给了周强。周强回复了一句马上到。女人将没吃完的苹果扔了，然后起身走到酒柜跟前，取出2个酒杯，倒了2杯红酒。我看后一愣，为什么是2个酒杯？而且我还看到她向其中一个酒杯里倒入了安眠药，1整瓶安眠药。女人将2杯酒放到茶几上，然后看了看手表，她似乎是在等人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敲门声，我本来还在想会不会是周强。女人慢慢打开了房门，门口站着一个中年男人，并不是周强。男人手里还拿着一束玫瑰花，笑盈盈地看着女人。孝敬七夕快乐，快进来吧，我新买了红酒。女人拉着男人进屋的同时，她又顺手反锁了房门。女人挽着男人来到桌前，然后把放有安眠药的那杯红酒递到了男人的手里。男人将红酒一饮而尽，然后就开始对女人动手动脚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男人已经失去了知觉。女人从厨房拖来一口很大的塑料缸，还找来了一把菜刀。女人几乎是在我的眼前将男人残忍杀害。这一刻我什么也顾不上了，只想尽快逃离这里。我竟然躲在衣柜里目睹了一起凶杀案。女人从厨房拖来一口塑料缸，一口很大的塑料缸，接着女人将男人塞进了缸里，然后拿出一把菜刀。女人几乎是在我的眼前将男人杀害了。我躲在衣柜里瑟瑟发抖，吓得不敢发出一丝声音。女人将男人用塑料袋打包，一包一包的放进了冰箱里。这一刻我什么也顾不上了，只想尽快逃离这里。可是衣柜门像是被锁上一样，根本打不开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再次震动了一下，是周强发来的短信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我赶紧回复，衣柜门打不开，我被困在里头出不来。你被那个女人发现了吗？暂时还没有，那个女人就是个疯子。我赶紧又问，你到哪了？周强回复，我已经到了。你在哪？周强却说，我在你头顶。我看后心头突然一紧，我猛然抬头，借助从衣柜门缝里透进来的亮光，我看到一张扭曲狰狞的人脸正从我头顶死死地注视着我，那是周强的脸。我看到他的脖子上被勒住了一根绳子，我简直不敢想象，周强居然早就死在我藏身的这个衣柜里，而他的尸体就被吊在我的身后。更令我毛骨悚然的是，衣柜的门缝外正贴着一只眼睛，女人已经来到了门前，她早就发现我了。我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了防身的匕首，可还没等我来得及反应，衣柜门突然被打开，女人将一把长刀刺入了我的胸口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她早就知道我藏在衣柜里？原来女人名叫陈静，表面是一家花店的老板，背地里则是个连环杀人魔。凭借出色的外貌，他经常邀请男性顾客来家里做客，然后将其迷晕后再残忍杀害，将他们的尸骨用作花草的养分。几个小时前，
周强在发传单踩点时，意外发现陈静是位独居女性，周强便动起了歪心思，于是便在当晚敲响了陈静的房门，主动与对方搭讪。美女可以加个微信吗？可让周强感到意外的是，陈静不仅不害怕，还主动邀请周强到屋内做客。要不进来喝2杯？周强听后当即就答应了。进屋后，陈静让周强先看一会儿电视，他熟练地从酒柜里取出2个酒杯，悄悄将1瓶安眠药倒进了其中1个酒杯里。等安眠药全部融化之后，他将酒杯递给了周强。周强喝了一大口，并表示味道不错。不多时，周强便沉沉地睡了过去。陈静从周强身上翻出了手机，并用他的指纹解了锁。他惊奇地发现，周强居然是个小偷，并通过翻看聊天记录知晓了我这个同行。接着，陈静将昏死过去的周强藏进了衣柜里，又用1节绳子勒住了周强的脖子。接下来，陈静又把屋子里收拾了一遍，因为今晚他还约了另一个男人上门。不过在这之前，陈静发现家里的安眠药已经用完了，他必须出去再买1瓶回来。可刚到药店，忽然家里的监控通过手机云端发来了一条提醒，他的屋子里进贼了，而这个人正是我。我的一举一动全被陈静在监控里看到，甚至他还猜到了我就是周强手机里的铜墙。就在我满载而归时，陈静用钥匙打开了门，我便藏在了衣柜里。陈静掏出周强的手机，以周强的名义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，本来是想试探一下我的，没想到我居然还发来了一张从衣柜里偷拍的照片，这更无疑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和位置。就在这时，敲门声响起，是陈静邀约的另一个男人上门了。他故技重施，再次迷晕了男人，并为了吓唬我，他还当着我的面将男人残忍分尸。最后该轮到我了。陈静再次用周强的手机给我发来了短信，看到短信后，我先是被周强的尸体吓到了，接着陈静又打开了柜门上的锁扣，直接一刀刺入了我的心脏。我从没想到，因为偷东西竟然搭上了自己的性命，甚至还被女主人戏耍。最终我在陈静陈述完真相后，耻辱地闭上了双眼。隔壁住着一位女杀人魔是一种什么体验？隔壁那栋房子空了快1年，一直没有租出去。听说那房子阴气很盛，之前有个女大学生死在了里面，一到雨天就能在屋外隐隐约约听到女人传出的哭声。这种鬼屋自然很难出租。就在上个月，新搬来一个漂亮的女邻居，她穿着刚过大腿的旗袍，散着波浪卷的头发，白皙的皮肤加上勾人的眼睛，是男人难以抵挡的类型。那女人名字叫江田，看样子比我大几岁。第一次见面，她找我借清洁的工具，她敲开我的门后冲我笑笑，打扰了，能不能借您的扫把拖把一用？你是？她笑着说，我是刚搬过来的，以后我们就是邻居啦。我连忙把工具找出来递给他，他冲我礼貌地道谢。第二天他归还工具的时候，送来1盒便当，打开盒子就闻到一股诱人的香味，里面是一些糖醋排骨，吃起来酸中带甜，外嫩里酥油而不腻。我并非贪吃之人，却在10分钟之内把它吃个精光。我问江田，这些排骨你在哪里买的？和我以前吃的都不一样。江田问，好吃吗？我用纸巾擦擦嘴说，非常好吃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江田笑着说，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就经常做给你吃，不过食材不好弄，得费点功夫。这个女邻居有点神秘，首先是她的衣着，什么时候看见她都是穿着旗袍，哪怕在狂风大作的雨天，那天气温非常低，我穿着毛衣都觉得冷，她却穿着紫色旗袍站在窗边，看见我正看她，对我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。还有就是她的生活习惯，她几乎不用任何智能产品，手机、电脑、电视机，她的房子里都没有，唯一打发时间的娱乐活动就是看书。最后就是她的职业，除了隔几天去外面采购一次，她几乎都待在屋里。那么她的收入来源是什么？大概1个星期后，我见到她和一个男人回来，那个男人年纪很大，头发都白了一大半，手还特别不老实的在摸她屁股，而她却没有一丝不悦的表情。我以为那男人是她老公，冲他们打了个招呼。那男人被吓了一跳，问谁呀？江田说，我邻居。男人有点急不可耐的样子，拉着江田朝屋里走。那一晚我正在玩电脑游戏，本来戴着耳机，却依稀听到一声惨叫，那声音非常刺耳，就像动物被宰杀时发出的叫声。我吓了一跳，取下耳机侧起耳朵，想听到底是什么动静。结果好几分钟过去，门口响起敲门声，我穿上拖鞋，开门后看到脸色微红的江田，他对我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家的菜刀坏了，能不能借用下你的刀？我从厨房拿刀递给他。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江田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。什么声音？我疑惑地挠挠头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叫。江田看着我的眼睛，你听清楚了吗？我摊开手，我刚刚在玩游戏，隔着耳机好像听到一声。江田接过我的菜刀，安慰我说，可能是你听错了，已经这么晚，你应该早点休息。我看看墙上的时钟，确实不早了，已经快12点。关上门的那一瞬，我突然纳闷起来，已经是午夜，他借我的菜刀想干什么？第二天，江田归还菜刀的时候，如约带给我一盒红烧肉，不知道是他的厨艺太好，还是我饿得太厉害，我很快就把那盒红烧肉吃了个底朝天。江田对我的吃相很满意，全程都带着欣然的眼神。临走时我问他，
昨天那位先生是？江田平静地说。他是我一个普通朋友。我想起那男人颇为猥琐的小动作，心里有点怪怪的。我问江田，他人呢？江田淡淡的回答，昨晚做了一会就走了。过了没几天，江田又带了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回来，男孩一只手搭在江田的腰上，整个人痞里痞气。进门的时候，那男孩还亲了江田脖子一口，江田没有推开他，反而只是对他笑笑。难道说这个小毛孩才是她的男朋友？过了一天，江田给我送来一份爆炒牛筋，我问他那个男生是谁，江田说是他的远房表弟。表弟能做出这么亲密的动作吗？我有点怀疑，但无论如何，和什么人有什么关系，说到底也是品性问题。我对江田又没有想法，所以没太在意。直到我哥们阿成来找我的那一天，我才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。阿成是我初中就认识的朋友，为人很讲义气，在社会上也很混得开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好色，经常看见美女就走不动道。那天阿成正在跟我抱怨我住的地方太偏，江田端着盆子从门口走出来，他踮起脚一件一件的晾衣服。阿成看到江田的模样后眼睛都直了，吞吞口水说，终于知道你小子为什么搬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了，原来有个美女邻居。我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起了色心，提醒他，你别起坏心思。我的话还没讲完，阿成已经跑到江田跟前，问他需不需要帮忙。我连忙追出去，对江田说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这是我朋友，他脑子不大灵光，你别理他。江田饶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，他笑着说，你朋友一直这么乐于助人吗？阿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江田白皙的大腿，哈喇子都快流出来。那天晚上，阿成破天荒地留了下来，要在我这里住一晚。我说，你明天不用上班吗？阿成说，太晚了，我不想开夜车，图安全。简直是司马昭之心。那天深夜，我迷迷糊糊听到开门的声音，想必是阿成开的门，应该又是去找江田搭讪了。我在心里骂了句人渣，就又昏睡过去。可我没能想到，阿成就这么人间蒸发了。我朋友是个好色之徒，我怀疑他的失踪与隔壁女邻居有关。朋友的车停在小区门口，一直到第二天中午，我都没见到他的人影，跟他打电话也总是关机。我心里觉得不对劲，敲响了邻居江田的房门。江田一副刚睡醒的样子，怎么啦？你有没有见到我那朋友？没有。他没有在你这儿吗？你的朋友为什么会在我这里？我哑口无言，确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阿成来过他的住所，我只能回到自己的地方，通过各种联系方式寻找阿成，一找就是3天，整整3天阿成没有去上班，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公寓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阿成消失的那一天，江田又端着一盒吃的过来找我，可我根本没有胃口，直接拒绝了他。内心的直觉告诉我，阿成的消失和江田有关，这个女人身上有太多的谜团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门外的垃圾桶里有一双球鞋，总觉得有点熟悉，在脑海里拼命回想，这不是江田带回来的那个大学生穿的吗？为什么那些他带回来的男人后来都没有出现过？我决定调查这个神秘的邻居。阿成的背包还放在桌子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他们公司好像在做一个袖珍定位器，这个机器只有米粒大小，可以精确定位对方的位置。那天傍晚，我敲开江田的门，假装跟他借东西，实则偷偷将定位器放在了江田的衣服上。之后我便用手机开始对江田实时监控，手机上的光标显示江田一直在房子里活动。可到了凌晨3点，我看到江田出门了，已经距离我超过1公里。我和江田的房子是挨着的，我顺着窗户悄无声息地爬进了江田的卧室。他的房间诡异的要命，除了一张床和一个梳妆台，几乎没有任何东西。我搜索了一下他的床铺，在他的枕头下面找到一张黑白照片，照片上的江田穿着学生装，看上去有点憔悴。我将照片放进了口袋里，接着又开了左边房间的门，那是他的书房。一股霉味扑面而来，我用手机的照明灯四处打量，发现那些书都是上个年代的书籍，还有一些甚至是绝版书，早在80年代就没有再印了。正当我随手翻着那些旧书时，突然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，那声音很微弱，仿佛有人在呻吟。我顺着声音找过去，在客厅的角落停住脚步，声音居然是从墙后传来的。难道说这房子还有密室？我认真地检查了每一块墙面，竟然真的打开了密室的房门。我冲着漆黑的密室方向喊：阿成，是你吗？他没有回答，只是单调地重复2个字：救我，救我。我摸索着走进密室，把手机照明调到最大，照向阿成的那一瞬间，我见到永生难忘的一个场面。阿成只剩下一个脑袋，整个人被装进了一个大坛子里，而整个密室到处是这样的坛子。我看到了那个老头和那个大学生，这是人质。我刚要上前营救阿成，突然手机震动了一下，发现原来是江田回来了。我对阿成说：坚持住，我马上回来救你。接着我连滚带爬地跑回了自己房间，并立刻报了警。喂，警察吗？我邻居是杀人犯，你们快来！对面的警察说道：请做好自我防护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挂掉电话，我竟离奇地发现手机上显示江田距离我不到10米，随之而来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江田就在我的门外，
请问你在家吗？我来给你送排骨吃了。此时的我早已吓尿，不敢靠近门口半步。过了一会，门外才安静下来。我壮着胆子悄悄走进客厅，离奇地发现桌子上多了一盒便当，我吓得愣在了原地。手机突然再次震动了一下，我连忙看去，竟发现江田与我不到1米。我立刻感到后背发凉，猛地一回头，正巧对上江田那副诡异的面孔，我被吓得当场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几名警察围在我的床边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江田是否被抓住了，可警察却告诉我，经过与房东核实，你的隔壁根本就没有租户。我被惊住了。怎么可能？我有这个女租客的照片。说着便将口袋里的照片递给警察。警察看了看，告诉我，照片里的女孩早在10年前就死了，是被一名富豪的儿子给强暴致死的，当时还是我办的案子。但离奇的是，警察竟然在隔壁的房间里发现了我朋友和其他几名受害者的尸体，他们拥有共同的特点，全部都是好色之徒。而当我再次看见桌子上的排骨时，我立即捂着肚子跑去了厕所。11晚上12点秒杀时，我点了一杯奶茶，超时了1个小时。我给骑手打了10通电话，都无人接听，气得我私信骑手要投诉他，给他差评。1分钟后，骑手礼貌回复，实在不好意思呀，妹妹，上一个给差评的人骨头太硬了，我句子都给磨钝了。放心，马上到你家。此时外卖软件上显示骑手距您500米。看到这个回复，我直接被气笑了。送外卖超时了不说，还有脸来吓唬我。我直接一个差评送给他，然后打字回复他，没事的大哥，奶茶晚点送也可以。昨天给我送外卖的小哥，肉质太老了卡牙，我正用高压锅压呢。吓人和口嗨谁不会？我把手机扔在了一边，便不再理会。看了一会儿书，我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下，开始有些后怕了。我很担心自己刚才的行为会激怒骑手，万一他真的是个疯子。越想越害怕。他知道我家地址，我的外卖地址都是精确到门牌号的。我想了想，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快速收拾了一个小包，蹑手蹑脚地打开了门，去了对面的603。这间房是我准备毕业后用来干直播的，比较清静，户型小。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。过道里漆黑一片，我放轻了步子，竭力控制自己不惊动过道的声控灯。突然5楼有人咳嗽了1、2声，接着是重重的脚步声，有人上来了，我的心狂跳起来。我赶忙跑到了603，关上了门。是那个骑手来了吗？我悄悄地转过了身子，把眼睛贴在了猫眼上。一个穿着明黄色衣服的小伙提着一杯奶茶，他神色如常，没有丝毫愤怒的样子。他看了眼楼道的号码过后，就急匆匆地上楼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原来不是给我送奶茶的骑手呀，真是自己吓自己。我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准备在沙发上将就一晚，明天再想办法。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，这突兀的一声响，在黑夜显得格外可怕。我被吓得一个机灵，连忙把电话挂断了。是住在我楼上的学姐，比我大2届，她人很好，平时对我也很照顾。我刚想给她回个消息，告诉她自己已经睡了，有什么事明天说，学姐的信息就发过来了。酱汁，你的奶茶怎么送到我这里来了？我赶紧打开外卖软件，发现自己居然把地址填错了。我把地址填成了学姐的了，因为上次学姐帮我修过手机之后，我为了感谢她，请她吃了炸鸡，后来又给她点过几次外卖，不小心把她的地址设成默认的了。而那个骑手就是给我发威胁信的那个，我的心里陡然害怕起来。我咽了口口水，试探性回复：学姐，你开门了？对呀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一开门，那个骑手就疯狂给我道歉，说自己路上有事耽搁了，才把奶茶送晚了，求我不要给他差评。酱汁那小伙子挺诚恳的，都快哭了。社会上挣点钱不容易，一个差评要扣人家几百块，你就别给人家差评了。行，我的心稍微安了一下。虽然不太赞同学姐的话，骑手把餐送迟了还恐吓我，我给他差评是天经地义的，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原来骑手真的是口嗨，我让他把奶茶给你送下去了。看到这一句，我的瞳孔猛地放大。虽然确定了骑手是口嗨，但他说过的那些话总让我有些膈应。现在又这么晚了，我还是有点害怕。我刚想说不用了，把奶茶送给骑手了，门外就传来了震天响的敲门声。我把耳朵紧紧贴在了门上，是对面的门。我突然想起我表妹还在屋里睡觉，她今天来我这里玩，我居然把她给忘了。我连忙打字想提醒她不要开门，门就被砰的一声打开了。敲什么敲？大晚上的还让不让人睡了？表妹的嗓门很大，中气十足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是来送外卖的，超时了这么久，真的太不好意思了。什么外卖？酱女士的奶茶。我姐的，算了，给我就行了，你往里面看什么看？别把地给我踩脏了。我心下一惊，表妹说话向来是口无遮拦的，我很讨厌她，
但也担心他把这个脑子不太正常的骑手给惹怒了。要是他出了什么问题，我是要承担责任的。我直起了身子，从猫眼往外看，骑手背对着我，昏黄的灯光下，他的衣服脏兮兮的，有几块橙黄色的污渍，看着挺像血的。我刚要仔细看，骑手猛地扭过了头，猫眼里他的脸扭曲变形起来，连嘴角的弧度都诡异了几分，像是能隔着门直接看到门内的我。我被吓得差点惊叫出声，我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，瘫坐在了门前。门外很久都没有说话声传来了，该不会表妹真的遇害了吧？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。送到了你就走吧。表妹的声音再次传来，砰的一声，门被用力地关上了。楼梯间又归于宁静，再次看向猫眼时，只能看到一片漆黑。那个骑手走了吗？我的心还是没有完全放下。表妹的消息弹出来了，姐你到哪里去了？是不是一个人偷偷出去玩了？居然不带我，小心我把你的小秘密都告诉你爸妈。你先睡，明天带你玩。你点的那杯奶茶我喝了，喝吧喝吧。我烦躁地回复了句。这些事情把我弄得睡意全无，我把媒体音量调到了最低，坐在沙发上刷了会儿抖音。表妹1周前发的视频弹了出来，是感叹脆皮大学生的。她说自己喝换了牛乳的奶茶，把自己喝进了医院，说自己以后喝奶茶可要认真检查了。我表妹她乳糖不耐受，她平时很注意这个。我那杯奶茶是加了牛乳的，奶茶杯上也写了的，那她为什么还要喝？我心里有了不好的猜测，难道刚才和我聊天的人不是我表妹？怀疑刚刚和我聊天的人不是我表妹，而是那个变态的骑手。表妹很可能已经遇害了。我正琢磨着，表妹的视频电话突然打来了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起来。虽然有可能会看到一些恐怖的画面，但是接了视频就可以确定表妹的安全了。表妹的脸占据了整张屏幕，表情也很正常，她没遇害。表妹葡萄核大小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显得诡异又恐怖。姐你到底在哪儿呀？她的嘴开开合合。在朋友家，他失恋了，我安慰安慰他，不用担心我，你自己早点睡。我随便编了一个理由回答他。你还有朋友？我听姨妈说你可不合群了，都没朋友的。你寝室有个女生特别不喜欢你，还让你吃臭抹布，哈哈，你到底吃了没有？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表妹这才换了个话题。那我今晚要一个人睡了吗？那可不行，我一个人害怕。表妹闹了起来，我皱起了眉，想着找个什么理由敷衍她才好。表妹的眼珠一转，直勾勾地盯着我身后。姐，你身后的那个草莓熊可真好看，能给我吗？什么草莓熊？我问了句。就挂门口那个，你把手机举着，我看看。我看了眼门口挂着的布娃娃，那是我从娃娃机里夹的，也没啥用，就把它们都挂在门口了。那你要了娃娃就不能再闹我了，你自己一个人好好睡觉，我明天带你出去玩。好。表妹答应了。我走到门口，把手机对准了门上的娃娃。快点，看清楚了吗？我明天带给你。手机那边却迟迟没有传来声音。我不耐烦地又问了一句：表妹你干嘛呢？突然一阵低沉嘶哑的男声从手机里传来。小妹妹辛苦你了哈。我被吓得身子一僵，视频通话里表妹的表情完全变了，恐惧爬满了她整张面孔。手机被人拿远了，我这才看清了表妹整个人，她的四肢被捆得死死的，身上还有几处伤口。我已经帮你找到我姐了，求求你不要杀我，是她得罪了你，是她乱说话，你去杀她吧。一双黝黑的大手温柔地摸了摸表妹的头。没事的，莫害怕，我还要感谢你帮我找到了你姐姐，放心救一下，不痛的。接着男人又阴森森地对我说：我知道你在哪里了，放心，我马上来找你了。奶茶超时了这么久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手机屏幕黑了下来，我冷汗直流。我看向了大门的方向，防盗门的内侧写着门牌号。我们这栋居民楼很老，门牌号不仅在门外有，门的内侧也有。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表妹关门之后，我并没有听见骑手离开的脚步声，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，表妹就被骑手给控制了。他和我说了这么多，就是想骗出我的具体位置。骑手现在已经知道我在哪里了，他马上就要来了。他就是个疯子。我感觉浑身血液都凝滞了起来，我几乎无法呼吸。但我知道现在我必须保持冷静，只有冷静才能获得一线生机。我把门锁检查了几遍，只要我不开门，他就进不来。我安慰着自己，刚准备报警，楼上学姐的消息就发过来了：酱汁，你没事吧？那个骑手给我送餐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一个脏兮兮的手提袋，一直往外滴什么东西。当时楼梯道太黑了，我就没仔细看。我越想越奇怪，刚刚就打开了门去看了看，他给我拍了张照片，学姐家门口的棕垫上有一滩血迹，真的太吓人了。你可千万别开门，我已经报警了，咱们耐心等着警察来就好了。学姐发来了一张报警的截图。突然敲门声响了起来，杀人狂仅与我有一扇门之隔。开门，妹妹，我给你送奶茶来了。
凉了就不好喝了哟，要给我个5星好评哟。骑手的声音疯狂又扭曲，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。